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岸田政府在多次表态与多个文件当中都表达了要建立有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方该如何说到做到呢？中方面对日方搅局南海、台海、东海，又该如何应对呢？中日关系要有一个我们说，首先是问题的管控包括我们可能围绕着这个矛盾问题的这种升级，有一种危机管控的意识。同时呢，还要继续的去深化我们的务实合作的领域。那么对于日本在台海、东海和南海进行搅局，我们要做的有这么2点。那第一呢，就是有充分的预案，还有呢，时刻保持警惕。这样不管呢日本如何去进行搅局、进行挑衅，我们都能够迅速的、有效的进行应对。那第二个呢，就是继续呢提升我们自己的实力，因为呢实力呢是一切。要想让对方呢知难而退，要想设置对方的冒险和挑衅，那必须我们呢具备很强大的实力。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3号起访问美国，访美行程呢就包括会晤美国防长奥斯汀，探讨美日同盟的防卫合作计划，以及参访美国导弹防御局，还有美国网站司令部，和美方就弹道防卫和网络合作来交换意见。石先生，您怎么来解读岸信夫的这次行程安排？从岸信夫这次访美参观美国导弹防御局呢，可以看出来，岸信夫这次的和美国的谈防务合作的重点应该是在反导领域。因为呢，日本现在认为它面临的导弹威胁呢很大，而现有的反导系统还不能很好的去应对导弹威胁，所以岸信夫呢应该是和美国谈更深的反导领域的合作也就是呢和美国去联合研制更先进的反导技术。那么还有呢，就是从美国呢去采购更先进的反导系统。那此外呢，网络战呢也是岸信夫呢这次访美和美国所谈的合作重点。因为呢，日本认为自己在网络战方面呢能力是比较弱的，他想从美国那儿采购呢更先进的网络战的这些技术，同时呢也从美国那儿获得更多的网络战的经验。今年1月初，美日在2+2的会议上呢，就宣称要共同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特别是加强日美军事设施的联合使用。其实，军事一体化这个词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为什么舆论普遍认为这样一个词在当前的背景之下尤为值得警惕？石先生，日本现在所称的军事一体化之所以需要十分警惕，是因为其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可以说是为日美联手军事干涉台海定制的。日美现在所称的军事一体化呢，主要内容呢包括日美共同使用在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自卫队设施，并且制定相关的联合作战计划。这就意味着美军呢可以使用日本自卫队在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立的军事设施，如机场、燃料库、弹药库。这就使得美军呢干涉台海的速度和能力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日本自卫队呢，届时实际上也将交给了美军统一指挥，组成日美联军呢，干涉台海。很明显，日美现在的举动呢，将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4月21号，执政自民党安保调查会召开了全体会议，通过了有关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还有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这3份文件的建议草案。其中呢，就把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等等。那毛先生，您觉得日本政府玩这种文字游戏，它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呢，它是退一步进2步，事实上是把反击能力做了进一步的外延的扩大。那么它不仅是针对敌基地导弹可以进行打击，事实上呢还扩大到包括对敌军的司令部、指挥所等等进行打击。那么这等于实际上是日本可以对所有的被视为威胁的敌军基地进行打击的那么一种彻底松绑的那么一种政策。4月23号，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与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一起登上了在亚洲水域游弋的美国林肯号航母。两人在甲板上观看了舰载机的起降。林芳正还和林肯号船员交谈，呼吁他们和日本自卫队增强协同性，继续强化日美同盟。
此前，林肯号航母在4月7号和11号分别进入东海和日本海，2次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军演。不过，美国海军非常低调，一直没有公布林肯号在东海的行动。但是，日本防卫省却大张旗鼓进行了宣传。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在4月19号终于按捺不住，还用中文进行宣传，针对中国的意味非常明显。那么，岸田内阁正在如何用切香肠的方式，借助与外国军队的联合演训来延伸防务触角呢？一起来洞察关键。5月3号，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访问美国，这也是岸信夫自去年10月就任岸田文雄内阁防卫大臣以来首次访问美国。据报道，岸信夫此次访美行程包括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会晤，就地区局势热点议题沟通，参访美国导弹防御局与美国网站司令部，与美方就弹道防御与网络合作交换意见等。朝日新闻分析认为，日美防长会谈期间，双方将就日本年末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议题进行协商。实际上，日美双方先前曾就安保文件的部分内容对过表。就在今年1月举办的日美防长外长2+2视频会谈上，日方就向美方传达了考虑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立场。3个月后，4月1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召开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会上讨论了有关修改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事宜，其中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写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一事，所有与会人员达成一致意见，没有出现反对意见。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日本自民党及政府以应对周边威胁为假想背景提出，也就是如果发现对手准备针对日本进行导弹攻击，应先发制人，摧毁敌人基地。不过，对于这个叫法，在4月11号的会议上，有超过一半的参会人员认为可能会引发违宪的争议，主张修改这个叫法。当时会议上出现了自卫反击能力、导弹反击力等方案，最终确定更名为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带有攻击性的，而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在这方面对二战战败国日本是有书面上的限制，不能具备对外军事攻击能力。所以这些年日本政府包括日本政治精英和防卫部门经常搞文字游戏、打擦边球，看上去满足了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的要求，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搞切香肠式的突破，发展军事攻击能力。所以这次把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名为反击能力，实际上是想弱化留给外界日本加大发展军事攻击能力的这种印象。近年来，美日以演训为抓手，不断强化无缝合作，持续验证联合行动预案，加速推进作战融合。在一定程度上，美军已经赋予了日本自卫队强大的攻击力。过去1年，美日联演在规模、装备和地域上均呈现新的变化。据日本官方数据，日美2021年双边联演次数高达40余次，占日本自卫队全年演习总数量的1半以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2021年12月美日举行的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离岛防御演习中，双方首次运用美海军陆战队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演练远程投送、海上机动、防空反导和联合反舰等科目。期间，美日成立联合协调中心，凭借统一指挥链与信息共享，对假想敌目标实施跟踪、定位与开火。而在令和 03JX 演习中，两国还着重增加太空态势感知、网络攻防、电子战等新兴领域科目，以彰显跨域联合作战理念的实战化与针对性运用。不仅如此，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在今年秋天在北海道举行为期2周、约4000人参与的大规模军演。报道还称，考虑到俄乌冲突和中国，日美将进一步增强应对东亚威胁的能力，日美两国正在增加演习的次数和内容。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为应对来自俄罗斯、朝鲜等周边国家所谓的威胁，美日在重视现有装备合作基础上，要将更多精力放在联合开发新型装备上。We're launching a new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 that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our scientists, for our engineers, and program managers to collaborate on emerging defense-related issues, from countering hypersonic threats to advancing space-based capabilities.
据悉，五角大楼在1月初就发布声明，宣布波音公司已获得一份价值约4.7亿美元的合同，拟对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英式战机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按合同规定，该项工作将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进行，将于2028年年底前完成。与此同时，美日还签署了防卫装备合作研究协定，表示要携手应对高超音速武器和天基系统武器对地区军力平衡造成的冲击。有分析认为，一旦该协定生效，作为回报，日方或可公开获取美国提供的包括中短程导弹在内的进攻性武器，日本自卫队对敌打击能力将显著增强。在军备技术方面，无疑日本的资金再加上某些领域的优势技术，对美国是有吸引力的。首先是材料，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在复合材料及相关的导引技术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在之前20年的美日标3反导系统研制方面已经有所体现。那么在高超武器方面呢，美日的合作无疑能够让日本在与美国进行战略分享方面获得某种优势。但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日本武装力量的外强化，高超武器如果到手，那么无疑会刺激日本的对外冒险劲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紧靠美国开展战略联动的同时，与澳大利亚在安全防务领域合作也不断升温，大有打造准军事同盟之势。4月4号至28号，日本航空自卫队、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在日本进行了飞行测试。澳空军出动 KC-30A 加油机为日本 F-2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并首次在日澳军演中动用 F-2搭载4枚反舰导弹进行空中加油后实施反舰作战。分析认为，澳军 KC-30A 加油机飞抵日本支援作战，里面有许多操作方面的问题，比如 KC-30A 加油机如何执行加油程序，日本飞行员需要如何进行操作，这些都需要双方进行配合。因此，这次演练不仅彰显两国准同盟的关系，而且还将反舰进攻的战法落到实处。其实，自日澳关系于2014年正式升级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防务与安全合作步伐显著提速，关注重点由最初的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转向聚焦大国竞争。尤其是2021年6月，日本政府正式将澳大利亚列入武器等防护对象。同年11月，在日本近海举行的日澳海上联合军事训练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道7号护卫舰首次对澳大利亚海军瓦拉蒙加号护卫舰实施防护，这也是日方首次对美军以外的对象采取此类措施。此外，日澳预计将于2022年完成互遣联络军事人员事宜。更重要的是，1月6号，岸田文雄与澳总理莫里森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对两国部队联合训练时简化携带武器入境和海关手续等做了提前规定，使部队互派及军事物资运输更为便利，从而进一步加深了防务合作，特别是促进一线部队交流与实战演习。美媒将这一防务条约称为历史性突破。澳大利亚是继美国之后第2个与日本全面签署该协议的国家。莫里森随后在声明中称，与日本的最新防务条约是历史性的，将首次为两国防卫力量之间强化互用性及合作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莫里森还声称，这项条约将表明我们两国致力于共同应对面临的共同战略安全挑战。目前，两国基于所谓的美国印太战略，不断的加深战略协同与对表，在国防、情报、海洋安全等领域广泛推进合作，但是他们终究是以美国为轴心的三边不等边三角形关系，对谁最有利？其实说穿了，是对美国最有利。如果像类似于日澳之间的跨双边的合作关系形成以后，那就使得多边的安全响应和美国的兵力调遣和美盟联合反应反制地区热点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便利。